现在就说特鲁多时代呢，可能基本上就快结束了。那下一任总理哈，大概率的话，应该是伯利治会当选总理嘛，加拿大总理。那我觉得他的运气可能也不是那么好，这一上来就要跟美国就是做这样的一个抉择吧。我不是特别了解，虽然我有时候会看他的一些演讲啊，一些 speech，他的口才非常好，因为他是律师出身嘛，口才真是相当的好。但到底能力怎么样？到底就是说政治的水平怎么样？现在我还真是无从得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明确的政治纲领。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巨大的变数。现在呢，多了这个董王的一个北美的一体化，这个目前的一个大的规划的时候呢，那你政治人物一定要有这个概念，有这个想法，马上去做好跟他应对接的这样一个思想。但是他一点都没有提啊。那其实很简单，人家福特省长马上已经讲了嘛，起码在安省这一块怎么去跟美国的东北这一片能够连在一起嘛？他提出的这个经济起码在这个经济特区，他提的这个概念那其实你现在作为主要的枫叶国的领导人物啊，或者政治团体，应该马上呢，大家要关注这个问题。这个是首要的问题啊，没人去想。个个都说，哎呀，怎么去选党领，什么利息、金融啊，其实现在都是其次。真的其实是要面对那个董王抛出给你的 offer， 到底你去怎么去接，跟他去丢这个 offer， 这是最关键的。你不是谈怎么去救那个失业，现在不是这个问题了，现在那些都变得次要了。这个问题是次要，你不解这个问题，所有的方案都是没用的，是吧？所以你做任何的努力徒劳嘛。大家反正都拭目以待了，看看董王上台以后跟加拿大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那个吧对峙吧。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就是回旋的余地的。属狗的人呢，他的梦想，因为属狗的人很天真的，等于是他认定了一个目标，他就一定要按照这个目标去做的。这是不能够跟他去谈判的。他的个性是非常强势的，说一不二的一个人来了。因为我想他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这个事情。如果说没有这个慎重考虑，我想他不会随口说出这样一个话题的。对他，我觉得他后面的那个智囊团是非常的厉害，非常厉害的。而且我觉得他提的这个合并这几个地方的这个观念，真的是对美国是非常非常有利的。就像格陵兰岛，靠北极圈最近的地方，所以如果他收复了这个格陵兰岛，等于控制了北极圈。对，控制北极圈呢？为什么一定要控制这个北极圈这个位置呢？因为他已经看到那个整个那个地球暖化嘛。地球暖化的话呢，冰就没有那么多嘛，都融了嘛。那冰都融的话呢，那对于整个通航的话呢，就很方便了。就很厉害。所以打比方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应对东方跟那个北极熊。那北极熊就在附近很多的那个军港啊，如果它整个那个冰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它随时就可以来到那个北美这一边了，就很快就来到北美了。所以北美变成不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地方了。对，所以它两个地方，一个是在东北方另外一个会在阿拉斯加，会增强整个。那如果你现在呢，刚好呢，大家知道枫叶国跟那个阿拉斯加呢，就有一块是隔断的嘛。如果你枫叶国不是跟那个美丽国连在一起的话呢，那变成还是远嘛。如果大家变成一个共同的一个防卫或者共同的一个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整个那就很方便了嘛。那基本上西北、东北南边那全部都是安全的。对，那基本上你刚才提到，就是假如说我们加拿大真的是比较弱的话啊，这个不堪一击的话，那格陵兰岛属于丹麦。我觉得丹麦更是不堪一击。他买你嘛，他要买，他又给钱嘛，他也是讲究商人的对等的交易原则嘛，他不是抢你，他是给钱你买，那你买不买啊？是吧？你不买的话，可能我就加你什么关税，你不买加关税，或者断了你所有的什么能源，那也是没用啊。你看丹麦这个国家也是一个高福利的啊，一个欧洲国家，它真的跟美国也是没有办法抗衡的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最终的话，我感觉有可能，这个特朗普上台以后，可能第一件事就是收购这个格陵兰岛，那第二件事可能会去巴拿马这个事情。其实我们每天都要拭目以待，关注的，因为现在变化很快，因为可能两天又有新的变化。但是呢，这个
总的那个方向是没有变的，因为就是肯定是要考虑所谓的51州这个问题的，是的，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这是最迫切的，对，不是什么利息啊，所有的都先把它摆到后面吧。这个事情没有处理好的话，火烧眉毛的问题了。这个事情没有处理好的话，我觉得就是你讲什么事情都是没用的啊，因为他马上你不同意，他就加你关税，加你关税你就死啊。你降什么息都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抉择的问题哈。如果真的加拿大在这个没有办法收拾残局的话，可能我们这一代移民真的又要移民回去了。